同学们，前面我们学习了糖的生物合成途径中，通过光合作用来合成葡萄糖。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糖的另一种合成方式——糖异生作用。糖异生作用是由非糖前体如丙酮酸、草酰乙酸等合成葡萄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通过糖酵解的逆过程完成，但是糖异生途径又非糖酵解的简单逆转。在糖酵解的10步反应中，有己糖激酶、磷酸果糖激酶和丙酮酸激酶催化的3步反应是不可逆的。如果以另一些酶来代替，这3步不可逆反应可变为可逆反应。糖异生作用主要发生在动物的肝脏细胞中。利用整体动物做实验，进食24小时后，发现大鼠肝脏中的糖原由 7% 降低到 1%， 通过饲喂乳酸、丙酮酸或三羧酸循环代谢的中间物后，可以使大鼠肝脏中的糖原增加。通过这个实验可以证实，糖异生作用可以生成糖。糖异生作用并不是糖酵解作用的直接逆反应。虽然葡萄糖可由丙酮酸合成，其所经历的途径绝大部分是糖酵解过程的逆反应，但并不完全是糖酵解过程的逆反应。糖酵解过程是放冷过程，其中有3步反应是不可逆的。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左边蓝色箭头指示的从上往下是糖酵解的过程，糖酵解共有10步反应，其中黄色方框标注的3步反应是不可逆的。第一步不可逆反应是由己糖激酶催化的葡萄糖消耗 ATP 形成6磷酸葡萄糖。第二步不可逆反应是由磷酸果糖激酶催化的6磷酸果糖和 ATP 形成162磷酸果糖。第三步不可逆反应是由丙酮酸激酶催化的磷酸烯醇式丙酮酸通过底物水平磷酸化形成丙酮酸和 ATP。 右侧黄色箭头指示的从下往上是糖异生作用。糖异生过程不是糖酵解简单的逆转，需要4种酶来替代糖酵解中的3步不可逆反应的酶，从而实现从丙酮酸到葡萄糖的过程。除了丙酮酸和草酰乙酸，糖异生途径的前体物质还有许多。凡能生成丙酮酸的物质都可以变成葡萄糖。三羧酸循环的中间物柠檬酸、异柠檬酸、阿尔法酮戊二酸、琥珀酸、盐胡羧酸和苹果酸都可转变成草酰乙酸，从而进入糖异生途径。升糖氨基酸如丙氨酸、甘氨酸、谷氨酸等，它们可转化成丙酮酸、阿尔法酮戊二酸、草酰乙酸等三羧酸循环中间物，从而参与糖异生途径。此外，剧烈运动时产生的大量乳酸也会迅速扩散到血液，随血流流至肝脏，先氧化成丙酮酸，再经糖异生作用转变成葡萄糖，进而补充血糖，也可重新合成肌糖原被贮存起来。下面我们具体学习糖异生途径的过程。糖酵解的3步不可逆反应在糖异生途径中可以通过4步反应来逆转。首先，我们学习一下从丙酮酸如何生成磷酸烯醇式丙酮酸，需要2步反应。第一步，利用丙酮酸羧化酶催化丙酮酸羧化成草酰乙酸，这个反应消耗 ATP。 丙酮酸羧化酶是一个生物素蛋白，需乙酰辅酶 A 和镁离子激活。丙酮酸羧化酶定位在线粒体，丙酮酸需经运载系统进入线粒体后才能羧化成草酰乙酸，后者只有在转变为苹果酸后才能再次进入细胞质中。苹果酸再经细胞质中的苹果酸脱氢酶转变成草酰乙酸，进一步转变成磷酸烯醇式丙酮酸。草酰乙酸在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基酶的催化下形成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然后沿着糖酵解途径逆向反应转变成果糖162磷酸。果糖162磷酸转化成果糖6磷酸，
反应由二磷酸果糖酯酶催化，该酶是个别构酶，受 AMP 果糖262磷酸别构抑制，但是受 ATP 柠檬酸别构激活。6磷酸葡萄糖酯酶催化葡萄糖6磷酸转化成葡萄糖。6磷酸葡萄糖酯酶是结合在光面内质网膜的一种酶，它的活性需有一种与钙离子结合的稳定蛋白协同作用。6磷酸葡萄糖在转变为葡萄糖之前，必须先转移到内质网内，才能接受6磷酸葡萄糖酯酶的水解作用，形成葡萄糖和无机磷酸。通过不同的转运途径，又回到细胞质中。糖酵解作用和糖异生作用中酶的差异如表所示。通过4个酶的替代，实际上是由不同的酶绕过了糖酵解中不可逆的3步反应。由2分子丙酮酸形成1分子葡萄糖的总反应可用下式表示。由上述2种不同途径的比较可看到，由葡萄糖经糖酵解途径形成丙酮酸可产生2个 ATP 分子，由丙酮酸合成葡萄糖需消耗4个 ATP 分子和2个 GTP 分子及6个高能磷酸键。总的算起来，糖异生需消耗4个额外的高能键，这4个额外的高能磷酸键的能量即用以将不可能逆行的过程转变为可以通行的反应。糖异生作用的生物学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糖异生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生物合成葡萄糖的途径。红细胞和脑是以葡萄糖为主要燃料的。成人每天约需要160克葡萄糖，其中120克用于脑代谢，而糖原的贮存量是很有限的，所以需要糖异生来补充糖的不足。第二，在饥饿或剧烈运动造成糖原下降后，糖异生能使酵解产生的乳酸、脂肪分解产生的甘油以及升糖氨基酸等中间产物重新合成糖，这对维持血糖浓度、满足组织对糖的需要是十分重要的。第三，糖异生可以促进脂肪氧化分解供应能量。当体内糖供应不足时，机体会大量动员脂肪分解，此时会产生过多的酮体，如乙酰乙酸、贝塔羟丁酸、丙酮，而酮体则必须经过三羧酸循环才能彻底氧化。此时，糖异生对维持三羧酸循环的正常运行起主要作用。在细胞中，糖异生作用和糖酵解作用的相互协调受到很多代谢物的调控。第一，高水平的 ATP、NADH 别构抑制磷酸果糖基酶和丙酮酸基酶，而别构激活2磷酸果糖酯酶。第二，磷酸 AMP、ADP 别构激活磷酸果糖基酶、丙酮酸基酶，别构抑制2磷酸果糖酯酶。动物肝细胞中 ，ATP 和果糖262磷酸协同激活果糖6磷酸基酶1，同时抑制2磷酸果糖酯酶，避免了不必要的无效循环。第三， ATP 比 ADP 的比值高时，糖酵解途径关闭，糖异生打开； ATP 比 ADP 的比值低时，糖酵解途径打开，糖异生活性降低，柠檬酸起类似作用。